這不是一台吸塵器，而是一整套國產電子工業的成果。從芯片到電源主控，每一顆元器件都來自中國的廠商。8串電池、多 MCU、1000瓦级功率系統，全部自己造得出來。它告訴我們，國產不只是能用，還能做得漂亮，做得強。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試用了這幾天，有望掃地僧這台機器確實讓我刮目相看，零纏繞、雙刮、自集成、推入式回倉，這些功能實際使用中都不只是宣傳，它真的能做到。但兄弟們都知道，表面好用不代表裡面真強。咱們老規矩，測完就得拆，看看到底是結構創新還是營銷的修辭。這一期我們就把這位掃地僧請下山，從它的地刷、電機、氣道到雙刮機構和推入式基站，一層層揭開它的真面目，看看這台被稱作吸塵界掃地僧的高手，到底是真有兩下子，還是光靠名字來撐場面。拆解電器有丟失保修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我們先從這一個外觀看起來很不錯的基站開始做拆解。打開基站的側面保護蓋，上面有2個鐵質的螺絲，這個是磁吸點啊，對應的磁吸位置，這裡有2塊磁鐵，中間這一塊是集塵帶，提出來可以把這個口給它封住，避免裡面的灰塵泄露到我們的地面上。吸塵器自帶的缝隙刷，這個是除螨刷頭，底部這裡有一個濾網，基站側面裝飾條1根。集塵帶底部濾網1個，基站底部所有的螺絲我們把它卸掉。打開基站底板，底部一共用了14顆螺絲進行固定。卸掉基站最裡面的還有4顆螺絲，卸掉以後就可以把這個基站底部給它拿下來。斷開電源線，裡面都是用的純銅絲的線材，用料可以哦。基站的連接護套，基站底部的蓋子，內部也有濾網。這是基站的另外一側的蓋子，基站正面的裝飾蓋子，吸塵器的2個充電出點，這一個是用來鎖住吸塵器的鎖止結構。吸塵器頂部的蓋子也可以打開了，頂部的控制開關連接到這個控制板上面，排線用膠帶進行固定。斷開連接排線，為吸塵器充電的2個出點，把它拿下來。檢測塵袋是否放進去沒有的一個微動開關。塵盒內部有一個控制板的 PCB， 檢測吸塵器有沒有放到基站上面的一個微動開關。基站上面的一個功能按鍵，白色的硅膠軟墊用以密封。取出底部的風機護罩，吸塵器的集成電機就在這個裡面，內部還有過濾海綿、電機的連接線、卸掉電機的固定螺絲3顆。打開保護殼，白色的硅膠緩震墊子，底部的殼子內部一樣的有白色的硅膠緩震墊子，電機裡面的過濾海綿，集成電機的功率為1100瓦，這個功率非常大了啊。卸掉機器的臭氧發生器，10打10的臭氧發生器啊。電源適配器模塊，大廠的產品啊。電源分配板用來檢測塵袋是否滿杯的一個傳感器。中間這一個整體就是一體注塑成型的啊。整個機器所有的塑料件全部都是 ABS 工程塑料，用料都是10打10的。集成部分最關鍵的東西，控制板加集成電機。我們留在後面一起來介紹。我們現在對主機部分做拆解，首先就是它的吸头部分，
關鍵的核心技術就在這個吸頭部分啊。咱們的機器都是實打實的，用了很久的，這個試用絕對給大家試用到位的。可以活動的刮條一根，掃針地刷通過磁吸的方式吸在這個吸頭上面，對應的這裡有2顆螺絲，2顆磁鐵，地刷兩側也有膠條，中間是毛刷。內部的結構可以上下活動，底部的固定螺絲一共10顆，小滾輪一邊有一個。拖頭部分的上蓋把它拿下來，內部有緩震海綿，這個就是拖頭內部的結構。可以看到這裡有2個擺輪，傳動支架內部這裡有一根皮帶，然後這邊還有一根皮帶。擺輪兩側各有2個齒輪，也是用皮帶帶動，電機驅動皮帶來帶動這2個擺輪，實現地刷的掃針動作。這個就是有望的創新設計啊！傳動裝置的旁邊都有這種緩震海綿，用來進行緩震。濾光顯存用的一個濾光的 LED 燈板，後面有驅動電路，跟電機的連接線是連在一起的，上面還有一個濾波磁環，沿着吸塵管道就进入主機。卸掉螺絲，拿出整個掃針系統。這是它的電池包，我們把它拆下來。吸尘器的尘杯內部是雙刮環的結構，第一層刮環通過這一個連桿來推動，第二層刮環中間這裡有一個連桿進行推動，內部的一層濾網。塵杯內部設置7個吸風口，底部有一個橡膠蓋子。我們現在來拆開它的電池，取下上面的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內部的主板，電池全部包裹在內部獨立的一個模塊裡面啊。為了減輕重量，工程師設計的時候是用的軟包電池，這比圓柱形電池它要輕得多。板子上面的做工還是可以的，我們後面來做詳細的介紹。主機部分的拆解，先卸掉尘杯底部的8顆螺絲，這上面有一個鎖止結構，用來鎖住集成的塵杯。透明的 ABS 塑料單獨做一個封道出來。電池固定底座一共有3個螺絲固定，拿下底座就可以看到內部有一塊主板，這2根粗線是連到這個主電機上面的，正負極分開，各使用一個 XT60 的接口。斷掉排線，拿出這一個接口板的 PCB， 封套接口內部還有2顆螺絲，銀色的封套結構把它拿下來。這幾組線就是連接到底部的拖頭上面的。主電機底部螺絲我們也要把它卸掉，有空氣過濾用的濾芯，電機底部還有螺絲。拿起吸塵器的上蓋，可以看到主控制板就在這個背面。斷開所有排線，把控制板拿下來，吸尘器的手柄拿下來，連接線束。主電機就在這個內部，背面還有很多螺絲，我們都把它卸掉。吸尘器的主電機拿出來了，固定線束都是用的白色的硅膠，內部也有硅膠的緩震墊子。這一根橙色的線是控制線，紅色正極線2根，黑色負極線也是2根。這個電機的驅動能力肯定是很強的。拔出電機本體，內部同樣有白色的硅膠緩震墊，確實是一個950瓦的颶風電機，無刷的，獨立的驅動板進行驅動。電機前罩內部有泡棉，用來隔離灰塵的啊。2個出風口各有一張海綿濾網，這個就是推動塵杯內部2個刮環的一個推動電機，上面有齒輪，推桿上面有2個微動開關，電機齒輪帶動這個推桿來進行刮灰。這就是主機部分最關鍵的器件，全部都拆下來了啊。有望扫地僧整機的電路設計其實可以分成3大部分：基站電源系統、電池主機系統以及控制與執行部分。整機從220伏交流輸入到主機內部的33伏電池，再到1100瓦的集成電機與950瓦的無刷主電機，整個架構非常的規整。思路是典型的多 MCU 分層控制結構。首先是基站電源部分，核心是一顆來自
佛山冠宇達電源的開關電源模塊，輸出功率是35伏1安35瓦。冠宇達為國內的一個老牌電源生產企業，它的質量和穩定性是毋庸置疑的。電源分配 PCB 上面這一部分是 AC 輸入側，首先是通過湖北鴻湖藍光電子出品的陶瓷管狀保險絲3安250伏，用來在異常時物理斷開電路。後面接着是一顆深圳天泰電器的安規 X2 電容0.1微法275伏，用來抑制供膜干擾。接下來是關鍵的廣東國科機電器的 GK32F-5V DC， 這個機電器的線圈工作電壓在5伏電壓下，用來切換高壓輸出。第二部分配了一顆4音 M7 的二極管，防止線圈反關電流。高壓側控制2條線路，一條輸出給冠宇達適配器，另一條直接驅動1100瓦集成電機。這樣的設計可以讓基站在充電與集成兩種模式之間自由切換。第二部分35伏直流出來後，經過一顆順態抑制二極管對浪有電壓進行吸收保護。接着是一顆來自深圳泰德半導體的 TD1509 降壓芯片，把35伏轉成穩定的5伏電壓，用於控制板供電，並驅動負離子模塊和集成基站內部的塵蟎開關。基站部分的控制芯片採用上海興盛電子的 HA8F16 系列的單片機，負責整個基站的邏輯控制和狀態檢測。深圳上鼎新科技 DTQ6601 MOS 承擔充電部分的開關控制。整套基站電源設計思路非常的穩妥，高壓部分交由機電器來切換，低壓部分通過 DC-DC 穩壓與保護層次分明。主機內部是8塊聚合物軟薄電芯，組成一個8串的電池組，單塊容量3200毫安時，總能量約118瓦時。主保護芯片來自廣東賽威微電子，型號 CW1102，負責過充過放短路保護。次級保護有2顆 CW1051，負責形成雙保險機制。保護 MOS 管採用的是深圳上鼎新科技的器件，2顆 DTQ3608 N 勾道，2顆 DTQ3625 P 勾道，組成雙向電子開關結構，既能防反接，也能降低導通損耗。電流採樣電阻採用4顆 R2002 貼片電阻並聯和2顆 R2010 電阻組合，這樣的一套混合電流採樣網絡，既能測大電流放電，也能精確檢測小電流充電。主電機輸出部分採用3顆上鼎新的 DTQ6600 功率 MOS 並聯，每顆耐壓都是60伏，低導通阻抗，配合2塊鋁片並焊，提升電流能力。這是為950瓦無刷主電機準備的功率通道，應付電機高功率輸出的要求，非常的考究。電池的正極端還配有2顆白色貼片保險，提供物理級保護，再加上1顆4印 T110的 PDC 自恢復保險絲，用於短路和讀轉時的自動洩流，防止整機被過流拉爆。主控與信號控制系統，電子管理板上配備一顆北京盛邦微電子的 SGM2202 線性 LDO 穩壓芯片，這是一個耐壓高達36伏的高壓 LDO， 直接把電池的電壓降到5伏為主控供電。其他二極管1顆，配合旁邊的 MA2CC 和22歐的電阻，組成 RC 阻尼與過壓前位電路，讓5伏的電壓軌更加乾淨穩定。主控芯片也是使用的上海興盛電子的產品 HA8F32 系列單片機，負責整機的邏輯控制與狀態監測。模擬前端用了蘇州斯瑞普微電子 V358B 運放2顆，用於電流電壓檢測信號放大。這裡還有1顆，另外3顆上鼎新的 DTQ6601 MOS 承擔低邊開關和功能驅動控制。在控制部分，主電源由上海興隆半導體 XL1509A 降壓芯片與江蘇長金科技的 78M05 3端穩壓器組合，先開關降壓，再來線性穩壓，輸出乾淨的5伏。吸塵器主機控制芯片為上海興隆科技的 HA8F16 系列單片機，負責吸塵器主機的充電識別、刮環與顯示邏輯。1顆電機驅動芯片來自紹興光大興業的 SDC9105 電機驅動，用來驅動雙刮環推動電機。顯示部分由深圳天威電子 TM1637 LED 驅動控制芯片，負責數碼管顯示。1顆蘇州斯瑞普微電子的 V358B 運放芯片，完成電流檢測與狀態調理。
濾光顯層部分的驅動電路，有一顆江蘇陽捷電子的貼片整流橋，配合威盟電子一顆穩壓降壓芯片，來為綠色顯層 LED 燈供電。整體來看，有望的這台掃地僧的電路設計完全是按照工業級思路在設計，這不是簡單的家用吸塵器，而是一整套完整的電源與控制系統，每一顆器件都在守護它的安全與效率，工程思路非常的成熟，也很有誠意。從咱們前面的試用到咱們這一期的拆解，這台有望掃地僧給我的感覺，它並不是靠噱頭堆起來的產品，而是真正的把國產供應鏈的底子用到了極致。在使用中，42分鐘的 AI 模式，76分鐘的輕柔模式，950瓦電機的強力檔，它的吸力、續航、顯層的濾光、抗纏繞的設計，都讓我感覺到這不是一台玩設計的機器，而是一台能幹活的機器。拆開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這台吸塵器的掃地僧3個字背後的含義。整機從高壓部分到低壓部分，再到主機內部的高功率驅動，這些全都是國產器件搭出的體系。主控、運放、電源芯片、電源保護芯片全部來自國內廠商，深圳上鼎新、蘇州思睿普、北京盛邦威、上海新盛電子、廣東的賽威、上海的興農、江蘇的長金，每一個名字你都能在國內的電源產品裡面找到。每一個環節都能在中國的產業鏈中實現，這不是堆料，而是一種體系化成熟的體現。8寸電池的雙層保護，多 MCU 的分層控制，3重穩壓結構，再到主電機和基站電機的獨立供電架構，有望這一套已經是典型的工程師導向設計。它沒有誇張的外殼炫技，也沒有堆虛標數據，而是把功率、電流、溫控、限流、防護全部都做到位。這就是國產設計最讓人安心的地方吧，實打實，能落地，能量產。所以總結一句話，這不是一台吸塵器，而是一整套國產電子工業的成果。從芯片到電源主控，每一顆元器件都來自中國的廠商。8寸電池，多 MCU， 1000瓦級功率系統，全部自己造得出來。它告訴我們，國產不只是能用，還能做得漂亮，做得強。測是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李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